當股價暴跌9.5%的那一刻，我卻在瘋狂的加倉，因為我看到了華爾街最愚蠢的恐慌性拋售。上周發生了一件讓我興奮到睡不着覺的事兒，索菲科技，代碼呢 SOFI， 在宣布增發後啊，單日暴跌近10%，從29.86美元直接砸到了26美元。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這就像超市裡邊牛排突然打了7折，而打折的原因僅僅是他們決定多進點貨。讓我先給大家講個故事啊，你樓下的奶茶店啊，這个生意火爆。老板決定拿出15.9億美元去開100家分店，消息一出，隔壁的王大媽就慌了，哎呀，我的股份要被稀釋了，然後把手裡的股權按照成本價去甩賣，這就是上周市場上演的一個鬧劇啊！股權稀釋確實是存在的，但關鍵的問題是這家公司拿錢去幹什麼了？索菲科技1月30日即將公布財報，市場預期營收同比增長35%，這在金融科技板塊簡直是火箭級別的增速。更重要的是，這次增發供給壓力啊已經完全釋放了，26到26.5美元這個技術支撐位像混凝土一樣扎實，這是典型的事件性超跌，市場情緒主導定價，而並非內在價值。當恐慌指數回落的時候，這類標的通常會出現均值回歸行情。再說說最近讓我熱血沸騰的另一個板塊，就是貴金屬，白銀單日漲幅5.15%，黃金逼近5000美元每盎司。這不是簡單的避險情緒，而是全球貨幣體系正在發生深層次裂變的信號。讓我用一個接地氣的比喻，如果美元是超市的購物券，那白銀呢就是超市門口賣的現炒的糖炒栗子。你永遠不用擔心它不值錢，因為它本身就是硬通貨。第一雄偉白銀公司股票代碼 AJ， 股價呢已經從5到8美元的谷底衝到了18美元，單日呢還能漲8%。這背後的邏輯叫做資源股的貝塔係數放大效應。白銀每漲1%，礦企股票可能漲3%到5%。為什麼呢？因為礦企的邊際利潤彈性極高。假設你開採成本是每盎司20美元，白銀從30美元漲到40美元，礦企的單位利潤從10美元直接會翻倍到20美元。那這就是槓桿的魔力。如果白銀真的衝到100美元每盎司，那些礦企的利潤表會美得像詩一樣。再一個標的啊，口服減肥藥，改變人類身材管理的高光時刻。諾和諾德代碼呢是 NVO。之前我反覆提到過這家公司啊，它的 GLP-1 口服藥1月5日正式上市了。這件事兒的重要性啊被嚴重低估了。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減肥變得像吃維生素一樣簡單，不用打針，不用節食，不用996式鍛鍊。只需要每天吞1顆藥丸啊，3個月後你就能穿回大學時代的牛仔褲。你這個東西不是科幻，是正在發生的一個商業革命。這款藥的意義堪比當年 iPhone 誕生。它不是改良，而是範式轉移。之前的這個注射類的 GLP-1 藥物雖然有效，但是心理門檻比較高嘛，誰願意每天給自己的肚子上扎針呢？對吧？口服型藥劑呢，一旦解決了這個依從性問題，市場滲透率呢會呈這個指數級爆發。股價目標是60到65美元啊，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基於這個患者生命週期價值的一個保守估算。全球呢有數億潛在用戶，即便是滲透率只有5%啊，這也是一個萬億級的市場。下一個要講的就是 AMD 的終極武器 MI450芯片，為什麼讓所有的科技巨頭都排隊搶購？現在講講最讓我激動的部分啊，這個超微半導體 AMD CEO 蘇姿豐是我見過最會打翻身仗的企業家之一。他2014年接手的時候 ，AMD 的股價2美元，瀕臨破產。今天的市值是3500億美元，這不是運氣，這是戰略定力和執行力的勝利。MI450芯片被稱為公司歷史上最重要的產品注意啊，這是歷史上，不是今年或這一代。所有的大型科技公司，像這個 Meta、谷歌、微軟、亞馬遜，都在排隊等着採購。為什麼呢？因為 AI 訓練和推理的算力需求正在以摩爾定律的逆向速度增長。那每18個月翻一倍。英偉達的 GPU 雖然強大，但是單一供應商風險太高了，而且價格被炒到高的離譜。AMD 的 MI450提供了第2供應鏈安全性，這對科技巨頭來說是戰略必需品，不是可選項。我們來看看數據啊，
客戶端與遊戲業務營收同比增長了73%。2026年下半年 MI450 開始大規模量產，2027年可能會推出500系列產品。當前的股價多少呢？只有200多一點啊。如果股價突破500美元，並且沒有基本面支撐的話，如果是這個純粹的炒作驅動，我可能會考慮減倉。如果能夠衝到600美元，我可能會全部或大部分退出。價值投資的核心啊，並不是說死拿，而是知道什麼時候應該下車。再一個標的呢，就是 Meta，META 嘛。這是我打算一直拿着的標的，理由呢非常簡單，營收增速達到26%，在大型的科技股中啊，僅僅是次於英偉達。扎克伯格呢願意拿真金白銀砸向這個 AI 和元宇宙，這種 CEO 啊，在硅谷已經快絕種了。如果哪天公司削減了未来的投資，轉而大規模的回購，那美股的收益啊，它會直接起飛。再一個就是谷歌，谷歌呢是另一個故事，如果股價漲到375到425美元，我可能會獲利了結。為什麼呢？因為我認為啊，市場對這個 Waymo 的自动駕駛預期啊太樂觀了。Waymo 的長期年利潤大概在這個100到300億美元區間，對應的市值應該是2000到6000億美元。這確實不錯啊，但是遠沒有市場想的那麼性感。YouTube 和安卓短期內雖然沒有直接競爭對手，但是增長的這個天花板呢已經清晰可見了。接下來呢，我要列舉一個時間表。就是在接下來有哪些这個催化劑事件值得我們去蹲守？一個是這個索菲科技，在1月30日第4季財報呢，預期營收會有一個35%的一個增長。再一個就是超微半導體，2026年下半年 MI450芯片量產。諾和諾德這個呢其實已經發生了，就是 GLP-1的口服藥上市。再一個就是白銀和黃金我們需要持續的關注白銀的這個目標是不是能達到這個100美元。白銀的目標是不是能達到這個100美元每盎司？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問這些機會跟我有什麼關係啊？答案是關係大了去了，對吧？如果你的退休賬戶裡有這個科技 ETF，AMD 的崛起會直接影響你的養老金。如果你持有黃金 ETF 或者是實物黃金，現在可能是過去10年最好的一個變現窗口，對吧？如果你是這個糖尿病或者肥胖患者，GLP-1藥物的普及可能會改變你的健康軌跡和醫保支出。投資本質不是賭博，而是在理解世界運行的底層邏輯，然後把錢放在趨勢的風口上。那最後呢，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就任何投資都有風險。索菲科技的財報可能不及預期 ，AMD 的 MI450可能會產能爬坡不順，貴金屬呢也可能會回調。但是只要你理解了邏輯，虧錢的時候也能睡得安穩，因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不是在跟風瞎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歡迎點讚、訂閱、轉發，我是老林，我們下期再見，拜拜。